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本周呢是我休假的最后一周了。那么从下周开始，我们的周末的直播、周五的直播以及周二、周四的盘后解盘或者是盘中解盘，我会慢慢的恢复了。那么下周的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会添加一些阐释原文或者说是课后回复的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周末复盘。我们来看一下下周首先来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经济数据，尤其是这个二、三、四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周二 PPI，周三 CPI，周四又跟就业相关的，还有这个零售数据。所以说下周啊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行情，相对来说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这都是美东时间，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盘前以及盘中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品种，来看一下要分析的这些标的。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标普，然后再看一些动能比较强的一些个股。标普指数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月线。那么月线上，我们上周已经说过，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强顶分了，这里已经有强顶分，而且这个顶分型之前这里出现过，这些出现过，已经是第三次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出现顶分型，它就是一个禅师做过一个比喻，就是类似你开车时候的一个刹车，对吧？刹一次刹不住，刹两次刹不住，那么刹第三次就可能就会被刹住了。那么出现顶分型一笔回撤的话，因为它这个周期是月线这个大周期，所以说如果说月线出现一笔回撤的时候，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于我们小散户来说，这种大的回撤是尽量应该避开的。但是出现顶分型以后，也不是说因为这个周期比较大嘛，不是说要连跌几个月，对吧？它可以先往上走，先出现一个包含，然后往上爬几个月都不能够再次突破5669，类似一个反弹确认。类似一个反弹确认。那么小周期的话是给到一个二脉，然后再下来，对吧？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小二脉在次级别那个小二脉一定要抓住它，因为这个下来的话，往往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杀下来。如果说是市场是这么一个选择，当然无论怎么选的话，我们只需要根据不同的周期做我们的一个仓位应对就好了。现在是月线这个周期，如果说你的月线上有仓位的话，已经从3491慢慢的拿上来的，那么你的成本是不高的，对吧？把这个仓位稍微减一减，即使出现一笔回撤，先不说它这个回撤的力度，给到一笔回撤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看一下这个回撤的位置。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出现一笔回撤，然后又给到一个双触发。我们不是单单用一个触发，而是双触发，就是要有底分型，然后回撤的这一笔的内部要有结构，回撤一笔底分型，这个回撤的这一笔内部要有结构的，不是单单说在一个级别看就完事儿了，我们需要两个周期来结合，然后出现这种情况，双触发了，你这个位置卖的，或者这个位置卖的也好，或者这个位置卖的，然后等它回来之后再买回来，对吧？你就相当于在这个周期，在月线这个周期卖了之后，你要买回来。那我们继续看一下3491到5669它的内部这段的那个内部是回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说要反弹一次再下来的可能性更大？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现在其实我们做的也是双触发，就是这里虽然说出现了顶分型了，我们要看一下3491上涨这段的内部，它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然后再做它是下来的可能性大呢，还是上去的可能性大？这也是双触发，对吧？所以说看一下这个周线，这就是3491上来之后的这个结构。3491进入段
然后三笔构成中枢，一个离开，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我们现在目测也知道是没有被吃的，但是它的内部出现了饱满，也是可以出现回撤啊。但是现在它这个回撤呀也不够比，所以说我们两个方向都要看，一个是方向看3491上涨延续，3491上涨延续，再次突破5669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以5669作为这个分割点，要走反向了，也要看，因为现在它已经是出现了4根 K 线的一个下跌了。虽然说上面是有包含关系，这两根包含处理之后只有一根，所以现在只有4根，不够比，回撤不够比。想要回撤够比的话，还需要一根。但是本周是出现了一个触底反弹的一根阳线，或者说叫假阳线。虽然看是一个上涨的线，但是其实是一个假阳线。但是呢，也是一个反弹吧，是一个大幅的反弹。所以说看下周，看是给到一个包含，因为下周数据比较多，是包含的 K 线，还是说能够往上走，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要复制前面这段的话，也是可以的，它也是可以复制前面这段，再次往上走。这也是在周线上，所以说周线上这个回撤还是很浅的，连0.382都没碰到呢。从这个离开段上去下来，连0.382都没有碰到，很浅的一个回撤。所以说我在周线上看的话，那个图形的结构并没有被破坏掉。那么很多人这个跌了，这是跌了2、3周、3、4周了之后，哎呦，特别的恐慌啊，又是熊市要来了，又是这了那，对吧？你大的结构，周线这种中长期的结构都没有被破坏掉之前，你就说这些其实是稍显武断的，对吧？那么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仓位应对。对我们做缠论以这个信号来分析的话，就是仓位应对。出现了顶分型，这个周期出现顶分型，然后再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我需要减仓的，对不对？你不减，你跌下来的话，你怎么买呢？你不减，下面猛加，那么你的仓位整个应对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关注一下4103上来这段，虽然说它已经回撤了有3、4周了，但是也不代表4103上涨结束啊。你只要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你只要这笔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这笔结束，对吧？所以说新笔没有生成，那旧笔就可以延续，这就是缠论给到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下4103上来这段，这是我们之前在做盘中解盘或盘后解盘的时候一直跟踪的这个日线。现在4103上来这段，一个3笔上去，2次回撤构筑中枢，然后离开，力度弱了之后回来。它这个回撤之后啊，因为这个尤其是周一这个大跌，周一这个大跌主要是来源于就是，首先就是对，因为就业数据的这个非常差嘛，然后非农数据非常差，然后再加上这个，BOJ 就是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要加息这个事件触发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危机，然后又是美国衰退的一个危机，整个造成了这个周一的一个大跌，全球大跌，对吧？那么大家应该都参与在其中了。那么它这个跌，当时啊，如果说你一直跟踪我们这个解盘的话，它这个里面是有个中枢的，因为前面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给到一次二卖的，但是呢，这个反弹呢，它这个严格定义是不够一笔的，因为它是一个递归的一个二卖，就这里是一个递归的二卖。如果说你能够抓住它的话，那么说明你的功力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不能抓住它的话，那你就只能等待这一次了，因为它其实现在如果说这里本周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那么前面这里就一笔延续到这里，就是这里个递归这个反弹这笔就不要它，那么其实这里就拉回到这个中枢了，发现没有？在日线上我们这里是有个中枢的，它其实是拉回到中枢了，就是比较恶劣的或者说比较深的一个回撤，拉回到中枢，然后又跌破了，当时是跌破了这个120天均线。把这个 K 线去掉，我们看这里很清晰，有一个120天均线中枢在这里，对吧？
它是跌破了120天均线之后往回拉。那么在当下的时候，它跌破120天均线的时候，你是其实可以搏一下的，因为你看你前面这里120天是无论哪个周期或者无论哪个股票，日线的120天均线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我们看前面这里，看这里120天和200天的那个同时的位置，也是跌破了一点点，然后拉回来了，对吧？120天一样的跌破了，然后那个上冲受阻于120天又下来，然后又拉回到120天。所以说120天也好，200天也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中长期均线。你看这里就是冲回来了之后，再就没有碰到过120天，离得非常远。你看这个距离离得非常远，对吧？也没有碰到120天，这是从这个2023年11月以来的首次碰到了120天，看到没有？这个从这个位置，2023年11月首次碰到了120天，所以说你可以搏一下的。如果说有这个你要长期观察这根均线的话，是可以稍微搏一下。当天礼拜一这个大跌是可以搏反弹的，但是呢，搏的话是这个位置是需要搏一下，你需要做好相对来说止损。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开盘之后就进了，那么止损就可以放到这个200天或者说200天下面，它这个空间还是不小的，就是做多呀，这是做多。你要往里追的话，肯定就稍微有点贪了，对吧？那么它这个反弹其实更好的位置是在次级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5119反弹已经够比了，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这个反弹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二买，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次级别，这就是5119。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从5669下来的这段儿，因为当时我在上周做周末漫谈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它从那个5669下来，这里构成了一个小中枢，然后这个反弹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递归的二脉，就是日线上那个递归二脉那段儿，它就没回到这个中枢，然后在1小时上的话，它也只是一笔，所以说这是一个三脉，在1小时上是一个三脉，然后有个快速下杀，那么其实出现了一二三段，看到没有？一旦出现一二三段的时候，我们就好比较了呀。从这个离开，这是离开这个中枢，离开中枢出现了一个一二三段，三没有背驰，那你就不能够就是针对我的话，我是不会往里进，不做四的反弹的。你看它后期是怎样走的？后期从这个位置1、2、3、4，是不是给到了四反弹？没有碰到前面这个5390。你可以再复习一下我在上周做的这个周末复盘，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已经分析出来这种情形了。我等的就是这个回撤，就是1、2、3、4、5，我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第五笔回撤。这个第五笔回撤呀，它是可以跌破前面，再次跌破前面这个5119这个低点的，也可以不跌破。不跌破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二买；跌破的话，就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一买。当然了，你跌破的话，不能够出现不背驰，也就是说，这个是1、2、3、4、5。如果是这种的话，这个五跟三不背驰的话，你还是不能进。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背驰的话，1、2、3、4、5，跌破了5119，但是背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次级别的一个一买，相当于一个五浪下跌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市场选择的是什么呢？1、2、3、4、5，一个二买，没有跌破5119，这个位置我一直在等的。然后这个 MACD 一直也是往上爬，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空中加油，所以说，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哎，它当时这个回撤又够比了。虽然说呀，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虽然说这个空间就这段的空间应该是没有前面这一笔反弹的那个空间大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你看是到了0.618，对吧？这个的就后面这第三笔，如果说是1、2、3的话，第三笔的空间刚刚突破了0.618，还没有到等比例呢，等比例是在5411，所以说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段大的，但是它的确认性大。之所以做这个五的原因，之所以做这个第二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确认性高。你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参照物，这里有一个参照物，你说这个位置你去搏的话，它很有可能再继续往下砸，因为它是没有背驰的，三跟前面这个一是没有背驰的，你这里相当于搏，
这个的风险比你去做这个二买的风险要大的，所以说这个位置不敢进仓位呀。之所以不愿意做这个没有背驰的这个点位的原因，是因为不敢进仓位，仓位进不去太多，可能要拿点小仓位去搏的话，可能也能就赚个这个一个午餐也好，打个比方吧，就赚点那个小钱儿。但是这个位置你是敢往里进仓位的，这个二买是敢往里进仓的，所以说这就是区别。那么在没有背驰的情况下，你往里搏的话，你就不能用大仓位。但是，一旦出现了有一个参照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位置相对的仓位肯定就比这个位置的仓位大。虽然说它后期的这个幅度还没有前面的大，但是你的确认性强。所以我们要做的交易啊，不是每天在市场里面搏来搏去的。哎呦，我这个每天是全仓进出的一个搏，那么你每天是一个非常累的。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确认性的一个操作，这是想跟大家在这里，针对这个最近这个市场波动性比较大的时候，想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就是你要做确认性高的交易，而不是说你觉得这个回报更大的交易。因为我们在市场里面是长期在这做的，不是要搏一天两天的那个，在里面搏杀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是长期做5年、10年、20年的在这里面做，那么一天两天的，你错过了这种，你错过了这么一段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它迟早还是要给你一个二买的呀，对不对？我做的就是确认性，所以这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那么指数就是关注的就是下周要关注，因为数据要出来了很多嘛。其实现在就简单了，因为它这里有中枢了嘛，这里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然后现在又给到一笔反弹，但是这个反弹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出现顶分型以后，还是说它往上延续？如果说往上延续的话，我们看一下，先说一下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数据刺激的话，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最高点5669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嘛，对吧？现在只不过就是刚到了0.382了，看一下能不能够下周因为这个数据的刺激，能不能够突到0.618这儿，也就是5457这个位置。如果说突破到5457上不去了，你就知道什么了，又是一个二卖了。前面这里这个反弹是一个递归二卖，那么这个二卖的话是一个严格标准定义的二卖，这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严格定义标准的二卖，前面这个二卖是递归的二卖。所以说这个二脉也要抓住它，这个二脉更要抓住它，因为最次就是再回到中枢里面做中枢震荡，那么更强烈的当然就是一个快速下杀，123不背驰，然后给到一个日线的一个五浪下跌，那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所以说这个反弹一定要抓住它。下周我们那个要打起精神来，因为这个数据比较多，如果反弹到连0.618都到不了的话，只能到0.5也是没有问题啊。5393，反弹到这里，你发现不对了，力度弱了，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因为现在在次级别上已经有3笔了呀。次级别从5191已经有3笔了，然后而且第3笔的这个空间是弱的，到0.618了已经。我们把其他的给清一下，我们在这里因为这段比较重要，我们在那个相对的时间花多一点说一下。因为下周这个日线二卖如果抓不住的话，那后面可能谁知道出现什么情况来一个快杀呢，对吧？它现在1小时上已经有3笔了，这完全可以结束了，因为1小时这3笔就可以递归成日线上的那笔，而且日线上已经成笔了，所以说它完全可以结束，在这个位置直接掉头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在日线上直接掉头是没有问题的。它当然了也可以是回撤一笔，然后这里形成一个1小时中枢，然后再来弹一次。那么这里就有中枢了，进入段我们就可以测它的离开段，看能不能够冲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5411。那么等比例就不能这么撤了，那就是这样。这里2次回撤，给到一个中枢，进入段，然后看一下这段的，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那么看能不能够到了这些位置，而且还有2根均线，200天、200小时、120小时。到了这些小时的位置，看看能不能够得到那个压力之后，阻力位，看看能不能出现一个那个杀下来。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日线上那个二卖，所以说你要结合1小时上这个图形和日线上你利用黄金分割这个位置。所以说下周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
我们说的这个位置就是说出现这个二脉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杀回到中枢来，这个空间我们也要避开呀，对吧？日线上回撤一笔，那么少说指数的话，少说3%、3%、4%以上的一个空间，那么指数的话可能就个股的话可能就5%、10%了。所以说这个二脉我们是要避开的，这是在指数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先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指出英伟达这个月线已经出现了一个月顶分了，月顶分出现之后，现在已经连跌2个月了，还是比较凶残的。周线上回撤一笔，然后现在已经碰到了前面这个94.7了，这里已经周线上已经有一个中枢了，只能说站定在这里。为什么说站定在这个位置呢？因为这个回撤这一笔啊，还不能说它结束，因为现在这个回撤一笔，这个连底分型都没有，对吧？我们这里连底分型都没有，它可以继续向下延续的，所以说只能说站定在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下周从140跌到90这段能不能够延续。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从140到90.69的话，其实是一笔下来，这个位置下来其实是严格定义是一笔，但是呢，它这个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在这段有一个反弹，但是它这笔进入是不够笔的。那么这是一个这笔反弹是够笔，然后又一段下来。如果说你用波浪理论的话，那就是明显的一个123或者123浪或者 ABC 浪，对吧？那么尤其是这个三的力度还是很强，所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三浪下跌或者说一个 C 浪下跌。但是用我们缠论的话，也是可以当成一个123比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可以当成进入段，这个可以当成进入段。那么这个反弹是够笔的，然后现在这笔也够笔，所以说是一个123段。那么这里就是一个4的反弹，4的反弹碰不到118.04还要下来，这有点类似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个指数了，对吧？就是指数上1小时上那个图形。所以说我们的分析方法，你们要学的，大家要学的是这个分析方法，就各个周期、各个图形都可以用同样的分析方法。那么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任何图形上都可以用。一样反弹这个，因为三强嘛，因为三强，那么这个四反能抓就抓，抓不住的话你就等待一个5，就相当于一个1、2、3、4、5。但是呢，在上周我在做周末漫谈的时候已经说过英伟达了，因为它也是一根非常重要的均线，就是这个120天均线。前面这里看到没有？这个120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也是一样都没有碰到。然后在周一大跌的时候，它跌破了120天。我当时就说过，如果说真给到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空头陷阱。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去抓这个英伟达这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空间，弹了18.9%，弹了还是很猛的一个反弹。当天的话，可能是弹了多少？10%以上。所以说这个反弹，如果说能抓住的话，这个短线做起来还是很美的，对吧？因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头陷阱，就是跌破了120天线。任何人，任何人，你只要知道这个120天均线，你都能抓住这个位置。所以说，至于你买进去多还是少，那就是精度的问题了，或者说你的那个仓位控制的问题。但是你买没买，或者说你甚至是进场追空，那就是有大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120天均线在各个周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空头陷阱之后，它现在这个反弹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就这段这50K 线吧，因为在指数上我们已经看到刚才指数已经反弹成笔了，这个英伟达还没有成笔。它之所以比较肉的原因，是因为它马上要出财报了。28号，8月28号盘后要出财报了，所以说市场现在对这个财报，因为在英伟达之前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芯片公司出财报，那么对英伟达也有影响，对吧？所以说它现在是比较犹豫的，市场还是在等待它这个月底这个财报，看看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性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就关注下周，因为数据的原因，它肯定是要动的，对吧？它也要跟着市场动。那么就是关注这个118.04，你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测一下它这个反弹可能潜在的那些位置，这是136.15，这个最高点在136.15，我们可以现在就测一下它潜在的这个反弹位置。
上周这个反弹刚好是顶在了0.382，对吧？108这个位置，那么看下一周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113，甚至是冲到118。如果说能够冲到118.78的话，那就比较厉害了，就碰到了前面这个118.04，对吧？相当于2次反弹，然后类似这里是可以当成一个类中枢的，当成类中枢之后，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这个财报了，然后再往下砸也可以。甚至那更恶劣的是，或者说更弱的，反弹到0.5，也就是113.42，这个118都碰不到，可以这样123，这是4的反弹，然后5下来，那么可能就到了财报之前，它可以是在这个90.69附近趴在这里，甚至是跌破一点点90.69，然后给你来一个大反转，也是可以的。其实我比较希望的是这种情况。那么当然了，它拉得更强一点也是可以了。形成中枢之后，它这个说明多头的那个攻头，还是有力度的。那么可以给你到一次回撤不破90.69，然后到财报的那个时间，然后直接给你来一个反转，也是可以。所以说呀，到了这些位置，我们一定要减，无论是能不能够碰到118.04，财报之前你都应该减一点，只要力度不够强的，不能够很有力的突破，118.78的话，都减点仓，你都减点仓。这因为你这个前期，因为它涨幅已经很大了，其实底仓成本并不高的，所以说这里减一点，等到它财报下来跌了，我敢买；上去涨了的话，我手里有底仓，我不怕你涨，对吧？你首先是不怕它涨的，你不要怕踏空，这样的话你才敢过这个财报。要不然的话，涨你也怕，跌你也怕，那你这操作起来是非常难的。这就是针对英伟达财报之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现在是大周期上这个月线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那个收缩三角形，它这个三角形的上沿是2个高点连线来的，下面是2个低点连线来的，非常明显的一个收缩三角形，对吧？在大周期上，尤其是周线、月线上，这个趋势线是非常好用的。趋势线这种，尤其在大周期上，小周期的话，这个趋势线是容易被破掉，但是在大周期上是不容易被破掉的。你看它这个趋势线就是这样，这里是尝试过突破这个趋势线，但是又被砸回来了。所以说，就看它本月或者说下一个月或者之后的几个月，是不是要在这个很狭小的一个区间里面震到这个中级的位置、极端的位置之后再选择方向。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太大方向的。针对这个特斯拉，它财报也出了，然后这个就看这个呃马斯克这个大饼能不能继续画下去，或者说能不能给到一些新的刺激，对吧？现在市场不是在等待它这个 Robotaxi 这个东西吗？现在一直还没有出来。所以针对特斯拉的话，它是比较一个纠结的一个状态。你看它图形就知道了，图形上就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看一下周线，周线的话，从这个299这个下跌呀、它是有一个中枢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现在这个回撤呢，严格定义不够比，因为其中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只有4根，所以说下周它如果说再给到一个低点的话，就成比了。如果说不能够给到一笔的话，那么也可以当成递归的一笔也没有问题，当成递归的一笔也没有问题。那么它也是可以的，拉回去，对吧？给你拉回去，就是在这个周线这个大中枢震也是可以的，因为只要不脱离那个月线那个大三角形的话，那你就随便震嘛。下来的话，你买一买；上去的话，减一减。你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的话也是先看一下138.8这个位置。138.8的话，它这个跟指数的区别就是指数的这段反弹是一个递归的一个二脉，但是特斯拉是一个完美定义的一个二脉，因为它这个反弹够比的，不是递归出来的，所以说它是一个1、2、3段。但是因为这个周线上回撤这笔还是不够5根的嘛，所以说直接就砸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所以说它这笔的回撤可以画到这里，因为它其中有一根其中有一次就这段回撤是不够比，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先纠正一下，把这个先清掉，然后把这根 K 线直接拽到最下面，这就是新的 K 线出现之后，你可以对这个图形进行纠正，
这类似一个多异性了，就是缠论里面的多异性，因为它的图形是没有完成的呀，在这段我们画出来二脉的时候，后面的图形还没有出现呢。等待新的 K 线出现之后，你需要根据这个新的 K 线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纠正。所以说现在其实就拉回到中枢来了，这就拉回到这个前期这个下面这个小中枢里面。那在这个反弹还是比较弱的。现在来看呢，就是指数那个反弹比较强，是反弹一笔。像英伟达、特斯拉这个反弹都不够比，所以说下周就看它还可以继续往下沉的。其实继续往下沉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又要变成了一个演化，那变成了一个123了。因为往下沉的话，相当于这个234.68的一个延续，那就变成了121个123段。我们就可以先测一下这个123段，如果说往下延续的话，就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在178.39，离现在这个位置也不远，就是一个123。那么这样的话，下周就会出现周线上就会出现那个回撤一笔，那么日线上的话就是从这271就断开了，从138这里上涨是一段，回撤是一笔，这就更完美了。其实，所以说下周你可以盯着，如果说特斯拉，因为特斯拉相对来说比较弱，如果说那个再次给到回踩一次，再次跌破182，然后踩一脚138.39的话，你就知道了，这就是又是一个空头陷阱，对吧？只要没有力度的往下砸，只要力度不强，到了178.39你就可以挂单，178.39是可以挂单的一个位置。那么就看它之后是一个等比例的之后就结束，还是说是12345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4是可以做的，这个4是可以做的。如果说到了等比例这个位置，只要不被持，如果说是123被持了，那这个3就等一等，这个4就不做它，然后等5。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这个，就是不明确的时候，我尽量就避开这段，我不做它，我就等待更明确的有能够相对比较位置的时候，我再做它。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我们看一下苹果。苹果的话，现在这个月线上这里是有一个大中枢的，但是这个中枢现在是尝试离开，离开还不够比。那么周线上从164这个离开的话，是一笔上，下也不够比，所以说还是要看两个方向都要看，上涨延续还是说要是下跌转折。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168上来，164啊，164上来之后，我们在上周分析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那么我当时说了，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它中枢的时候就是可以中枢震荡，对吧？那么至于它周一一个大幅低开，那就是一个市场选择了。相当于它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延续到这里，这个反弹也是一个递归的一笔，因为它严格定义也不够比。哎，它现在的中枢的话是可以这样画的，是这么一个位置，因为它这段只有2根 K 线嘛。就这段只有2根 K 线不够比，但是这个反弹的话，应该当时我们看的时候也是一个递归的一笔吧？还是说1、2、3、4？哦，这个可以是当成一笔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苹果这里是有一个，也只能叫类中枢了，因为它这个反弹，这笔反弹是一个递归出来的一笔，就是5根 K 线。现在这里是有5根 K 线，但是最后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那么下周如果说再出现一根上涨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话，那么这根反弹就够了。所以中枢现在是在这里。那么有了中枢之后，其实就是中枢震荡，中枢震荡，中枢震荡，然后这个可能要这个分红了。当然了，苹果也是一个叠加效果，它也是一个叠加，这个整体的宏观面再加上那个巴菲特老爷子也是卖了很多他的股票，受到这些那个消息的一个刺激，造成了它这个周一也是一个大跌，但是跌来不是坏事吗？牛市的节奏我之前强调过很多次了，就是快跌慢涨，对吧？跌下来它慢慢爬回去，那有什么可以害怕呢？不需要有什么害怕的。
再加上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做的是3个维度来进场操作，基本面、比价关系的，然后才是技术面，对吧？所以说不是技术面更重要，而是3个面都重要。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长期变化的情况下，我是敢买跌的。下跌的时候我是敢买的，下跌的时候你是高兴的，因为你又能够做差价了，这就是区别。很多人不敢买，就是因为他对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信心呢。一个公司都没有信心，你大跌的时候不敢买啊，你可能会冲进去做空，你不可能进去做多的。所以说这就是区别。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操作手里长期操作的股票的时候，一定对它的基本面还有比价关系要非常有信心才可以。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呢？你要么就是说操作一些大众情人，所谓的大众情人，比如说英伟达这种，所有人都看好，你也不用管它什么 AI 泡沫啊，又这泡沫那破呢，谁都说不清楚的。很多人2000年说泡沫，你现在往回看，你马后炮好说，对吧？但是在当下的时候，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你先吃一段嘛，对不对？像这种，英伟达这种基本面，现在所有的公司，就这些大公司在搞这个数据中心，在往里投钱，这个小公司是玩不了的呀。这个小公司你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玩得了这个 AI 就 generate 就是生成式 AI，它也不是一般的讲的 AI，它生成式的 AI 必须有大数据的背后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说对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我们因为需要一些，你有一些这个叫你有这些方面的那个分析背景的时候，可能是更有自己更有信心一些。但是没有的时候，你就去操作一些大家都在市场中都在关注的一些股票，可能更容易一些。不要觉得好像都在操作这些，然后可能泡沫多。其实是牛市就是这种特性啊，牛市就是那个制造泡沫，那么熊市的话就是把这个泡沫给挤破了，对吧？如果说在造泡沫的时候你都赚不到钱，你期望的时候挤泡沫的时候赚钱吗？那这个难易程度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说，选择标的的时候，相对简单的就是你就选那些大众情人，你就选那些市场上关注度最高的，苹果、英伟达、特斯拉、ARM 也好。然后，当然了，你一定要把同行业的给它剔除掉。如果说，比如说英伟达跟 AMD 都是同行业的，那么你就选龙头，只选龙头，只做龙头，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针对苹果的话，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看一下它最终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它上去一次之后不能够再次突破237的话，就是一个二卖，然后再下来就是回撤一笔，回撤一笔，这里还有一个周线中枢，对吧？所以说上去下去的话，就是一个节奏问题，上去了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你就卖一卖，二卖，下来的话又回到中枢了。力度衰竭了，力度弱了，再买回来二买。如果说不能够跌破196，看它是继续中枢震，还是说呢要快速往下杀。这个的话，因为下周开始我们可以跟踪的更多了，所以说可以持续跟踪。我们最后再看一个这个 ARM，ARM 的话，它这个本周的话是出现了一点点变化，就是它这个现在首先看一下它这个月线吧。月线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从46.5涨到这个188，现在月线上是回撤够比了，不是月线上回撤不够比啊，月线上已经有顶分型了。月线上这个顶分型，现在我们就关注的是这个顶分型是不是只是一个中距的顶分型，然后继续往上走，还是说是要回撤一笔？月线上如果说回撤一笔的话，如果不能够跌破46.5的话，那这是一个月线上一个大二买。月线上一个大二买，如果说真的给到这么一次机会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场做多的一个机会。ARM 现在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它现在整体的就是背后基金也好，或者说这个，软银这持股量太大，软银单个机构，就是说它的这个老东家持股太大，造成了那什么呢？造成了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股票的盘子变小了。它的盘，因为它那些软银持有的那些股份，如果说不进场操作的话，那么市场中流动的股票是少的，所以说变相的变成了这个盘子变小了。这个股票的盘子变小之后，那么它的波动性就大了，几个机构或者几个基金就能够随意操作这个股票，你就会发现这个 ARM 的波动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它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看一下它的这个周线上，周线上这个出现新的变化，就是这个本周啊，这个回撤够笔了，周线上回撤不够笔了，相当于这里已经有中枢了，看到没有？两次回撤，从这个46.5的话，还可以是一个结构性的二买，二买，这都是二买，这里可以再打上去，而且它这个 MACD 根本都没有下来，空中加油，而且这个下沉的并不多，你发现没有？下沉的并不多，这个柱子的下沉并不多，跟前面一比较的话，就这里如果说能够给到一个下周啊，因为数据驱动，看看是一个包环的，还是说是出现一个底分型，那么这个公司还可以往上走，对吧？至于它是一个弱反还是一个强反，那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它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持续跟踪它，看一下这个188下来这段能不能够结束。这个188跌得非常猛，直接跌到了96。但是呢，它在下跌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成比，跌破了这里是因为财报的原因，在这里是因为财报的一个下跌，跌破了120天，然后现在是沉到了200天才出现企稳。它这个反弹现在是不够比的，应该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120.09，120.29，哦，那够比了，够比了反弹。这是120.29是一个高点，所以说这个反弹现在是够比了。那么下周看看它能不能再次跌破一次，再次跌破一次就变成了一个123段，那么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背驰了。因为这段下跌的比较长嘛，所以说空间比较大，就很容易背驰。一旦说再次跌破96.6的话，那么就出现一个123段背驰，那么就是一个更好进场加仓的位置，或者说做多的位置。所以针对这个 ARM 的话，就看它还是说它是往上，因为这个财报因为这个下周这个数据刺激的话，能不能够再冲一下到这个120天也可以，对吧？120天现在这个位置在这里，现在价格120天是在133，看能不能到133附近。你要说精确一点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对吧？133刚好是在这个黄金分割的0.382附近，相当于一个双确认，相当于一个双系统确认。一个是黄金分割的数值，一个是120天，都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变相的这个131或者130附近吧，取个整数。下周关注130附近，130附近冲不上去，赶紧卖一点，减一点仓，再一次等待它一次回撤。至于回撤是一个弱的回撤，弱的回撤的话是最完美的了。强的回撤的话，我们就再等一等。弱的回撤的话，这里可以大幅加仓，因为在周线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周线的结构二买。周线的结构外码。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